工作室的小伙伴给我看了一个巨离谱的东西，你看啊，我现在点击这个评论区，哎，它就只剩一条缝了，为什么滑不动？21年底的时候，范登发布了，我必须要说，那就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折叠屏，没有之一。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特殊外形非常可爱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竞争对手们确实就有一点一般。这期视频的结论可能会比较有争议，一家之言，仅供参考，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讨论哦。上一代60赫兹的外屏，加上这个厚度、这个重量，再喜欢都绷不住，这就是块砖嘛。毫无疑问，这代 Find N2 是一台比上一代更均衡、更适合日常使用的折叠屏。然而非常可惜的是，我真的觉得 N2 可能没有继承到 N 的精髓。咱们来看看这代啊，外屏3面窄边框，即使是铰链这边也很薄，整个视觉效果进步了太多。我个人觉得它是现在所有折叠屏里面外屏最好看的一台，而且这耳角简直就是教科书级的，阿米好好学学。上代最膈应人的重量、厚度，还有60赫兹的外屏全都盖好了。如果说原本的Find N用外屏的感觉像是在搓一块瓷砖，现在的感觉就像是搓一块鹅卵石，很润很舒服。在不展开内屏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Find N2做到了一种极致。在这个形态下，我真的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。要是出个半台折叠屏只有外屏，好像还挺帅。小伙伴们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个外观能不能给到90分呢？而这代的拍照呢，进步也相当大，0.6倍、1倍、2倍3个摄像头，主摄比 Find X5 Pro 的还强。折叠屏的拍照配置比直屏旗舰还高，谁干得出来这事儿？我觉得评价为旗舰级别的画质是够格的。大部分情况下，解析力不错，色彩也还可以，绝对足够日常拍一些不错的照片。可惜暗光和 HDR 的效果还是有点过分的味精。哎，折叠屏嘛，重点不在这儿，那重点在哪儿呢？当然是展开的内屏了。现在第2代发布了，能延续之前的造型，我很高兴。但是这用起来的感觉，我着实不喜欢。失去了特点的演示，剩下的缺点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。这还得从Find N开始说。作为一个科技圈 UP， 我的主力机还是不可避免的用着 iPhone。不要问，我就是这个烦人的微信。虽然这么说有点暴论，但是Find N就是以一台副机的身份出现了，这也正是我很喜欢它的原因之一。虽然作为主力机，它的外屏确实很卡很难受，也确实很重很厚，但是它作为副机却是小巧可爱，确实做工精致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强一个亮阶的外放效果，让它在一众的折叠屏里面显得那么不一样。让小伙伴们听一下哦。这么大的差距，其实看个视频都有很明显的区别，再加上它这个特殊的比例跟当时别的折叠屏都不一样，展开这个边直接就是长边，不需要旋转就可以看，确实可以完美的完成看视频、看书、看文件的任务，以至于有时候我都不想带平板，直接带着Find N看视频。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咱们再看看酷安的评价就能发现，对于Find N的评价，好评主要是围绕着它的视频体验、铰链和折痕。然后咱们回到 N2，乍一看，味道对了，熟悉的比例，熟悉的造型，嘿，还加了支笔。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，这形似并不神似啊。这代的外观几乎可以说是一台直边框手机砍了一半，这个音量键的位置和正常的手机几乎完全一致，但是用的时候，因为手机小、重心的原因和外形的原因，手一般会抓得比较靠下，这个音量键要摸的话，非常难够得着。这可不是我说啊，工作室很多小伙伴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不过这算是小问题吧。更关键的问题是，上代的优势已经非常不明显了，这代 N2 的外放居然退步了。还是不错，但是已经不能和别的折叠屏拉开差距了。再说了，现在的时间节点 ，N2 的铰链和折痕虽然依然优秀，也已经不能完全碾压友商了。一方面是大家都在进步，水滴结构、碳纤维铰链都算是基本功了；另一方面呢，Find N2 为了减重，也牺牲了一部分的手感。优点不再突出的时候，这Find N2 特殊的屏幕比例就成了问题。这里我想先给小伙伴们强调一下，现在的折叠屏其实都有一些通用的缺点。时至今日，折叠屏内屏的利用率还是低得令人发指，核心的交互方案居然是平行世界。
我本来以为平行世界只是一个过渡，那作为一个过渡，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办法。现在看来，这过渡都不知道要过渡到哪一年去了。把一台手机分成2个平行的手机，这真的是什么好家伙吗？举个例子啊，小红书里面双指捏合就能显示更多，点进去左边显示图片，右边显示推文，这设计这排版不比2列页面好用？更别说，如果有些软件不支持平行世界的话，那效果还会更离谱。然而这些问题在 Find N2 上面只会说更加严重，类似这样。工作室的小伙伴给我看了一个巨离谱的东西，你看啊，我现在点击这个评论区，哎，它就只剩一条缝了，为什么滑不动？哎，只有一条缝，但是能滑，直接变成复印机是吧？来，小伙伴们给我扫描一下这张图到底是什么啊？再来一次。我说过，信息流软件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屏幕的长度，而不是宽度。Find N 系列这短短的造型，果然一页就一条微博，一展开，好家伙，也没啥区别。然后就该说说这个手写笔了，是真的离谱。我形容一下用起来的感觉啊，有点像是那种银行里面的那种签字板，写起字来的时候，它是根本不听使唤啊。这个字简直恶心，我都不知道是因为笔尖太软，还是伸缩，还是预测算法的问题啊，总之落点都判断不准。唉，可惜了这个做工和设计了。这一期呢，一方面篇幅所限啊，没有聊很多具体的体验；另一方面呢，我觉得这代 Find N2 或许出现了一些定位上面的问题，体验再优化也是很难弥补大的定位的问题的。对于21年底的那个时间，折叠屏普遍偏贵，实用性也不足以说服人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Find N 这么一台价格良心又很特别的折叠屏就显得比较吸引人。虽然当时的口号是从尝鲜到常用，但明显还是够不着主力机的范畴。而今年强劲的竞争对手是真不少，能当主力机的 Magic VS、小米 Fold 2都是不错的选择。Find N2 因为这块屏幕的比例确实就没有那么适合当主力机，再加上今年的折叠屏普遍降价。Find N2 反倒逆势上涨，那就显得相当尴尬了。那如果用来当副机呢？因为音质、震动、铰链手感有不同程度的倒车，原本那种精致折叠平板的感觉又丢失了。所以，即使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Find N2 这种设计，即使 N2 相比上代有长足的进步，也实在是没办法放心的推荐给大家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买一个2手的 Find N。我看了一下，京东好像还在卖上一代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